一部没播的剧凭什么连续登顶？拆解诚意朱瞻基的未播先火，9538，就这么一个数字。2026年第24周6月15日，欢网大数据的榜单一出来，诚意在两京15日里演的朱瞻基待播剧角色热度周冠拿下了，剧集那边期待指数榜也是第一，双榜同时登顶，一个人把榜单前面那块位置给占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眼看到这数据的时候愣了一下。为什么愣？因为这剧还没播啊。各位，你品一下这件事的分量。一部还没跟观众见面的剧，光靠一个角色的待播热度就能霸榜。而且你别以为是这一周突然窜上来的，把4月、5月、6月连起来看，这都3个多月了。一个没播的角色，凭什么把这个位置做得这么稳？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今天这期咱们轻松点聊，但我得说，我越扒越觉得，这背后不是运气，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东西。我太想跟你们好好捋一捋这个了。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一部没播的剧，热度从哪儿来？咱们先把时间往回拨。2025年10月20号，两京15日在横店正式开机。然后呢，诚意就基本上消失了。我说的消失不是夸张啊。从开机到2026年2月12号杀青，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，这人没上综艺，没开直播，没跑商务活动，整个人就定在剧组里头。说白了，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这个事儿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是流量时代，是你得天天露脸，天天营业，天天维持存在感的时代。同一个阶段，别人我不点名啊，反正你懂，是各种活动，各种曝光，生怕观众一天看不到自己就忘了。而诚意选了反着来，他选了在镜头后面消失。这个选择，我作为粉丝当然是偏爱的，但客观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很冒险的判断。你赌的是什么？你赌的是作品出来那一刻，所有人会因为这个角色记住你，而不是靠日常刷脸。这种判断不是谁都敢下的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他这种为一个角色彻底沉下去的劲儿，其实不是头一回了。这就要说到下一个点了，身体的代价。诚意有个标签，喜欢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打戏基本自己上，不太用替身。这不是这一部才有的，是这些年一步一步攒下来的口碑。他不是武术科班出身，但他就死磕，一个动作能磕10几遍。给我的感觉就是别人不愿意碰的，嫌麻烦的，他偏要自己上，而且一上就要做到最好。那在两京15日里呢，故事一开场就有个宝船爆炸的大场面，朱瞻基是从水里逃出来的，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水戏。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，说诚意主动要求加了一段在水里闭气的戏，闭了挺长时间，浮上来的时候鼻血直接流下来。这个细节我得跟你们说清楚，我没拿到剧组第一手的实锤，凭印象转述啊，准确程度保留意见。但就算把这个最猛的细节先放一边，光看他这些年的路子，你也知道这人对身体的投入是什么水平。这里我得补一句，处理的客观一点。拍这种高难度的戏，确实有过一个插曲，网上有种声音是说拍摄期间有过吊威亚受伤的情况，剧组那边也做了说明和道歉。但你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整再判断。威亚这种东西，越是高难度的动作，风险本来就越高，这是动作戏天然的属性。说白了，在那个高难度的框架下，把安全做扎实是制作方的责任，这不是演员能左右的。反过来看，恰恰是因为他愿意把动作做到那个程度，愿意自己上，这种风险才会摆到台面上。一个全程用替身，能躲就躲的演员是不会有这种插曲的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事儿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而诚意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压进去，这份较真值得被看见。好，下一个点，咱们说回这个事儿，他一个人在拼，撑不起一部 S 加大剧。所以接下来这块是制作，这部剧的制作规模是真的给他拖住了。
我念几个数据，你感受一下：3万平米的实景，把明代的市井街市实打实的搭出来了。漕船就是运河上那种运粮的船，做了20多艘模型。导演是谁？张黎，拍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张黎。原著加编剧是马伯庸本人。这个班底，我跟你讲，这是高手开局的配置。火候好，食材好，厨子也好。一个新生代演员能拿到这种 S 加班底的男主，本身就是市场投给他的一张信任票。这不是粉丝自嗨，是实打实的资源在说话。他这一步走得很稳，方向感也很准。而且实景这个事儿对演员是有实在好处的。你想想看，演员站在真实搭起来的明代街市里，跟对着一片绿幕凭空想象，那反应能一样吗？实景里头，他的眼神，他的反应是被环境喂出来的，更自然，更有质感。程毅这种特别讲究动作要有情绪的演员，在实景里是能占到便宜的，那种从容是能直接 carry 住整场戏的。还有服装，2套龙袍，明黄的、暗红的，都是参考明代服饰文物认真复刻的。有说法提到复刻参考了博物馆的实物藏品，具体是哪几家，我手头信源不够硬，就不给你们报死了，免得说错。但光是这个复刻的态度，你就能看出整个剧组的诚意。行，到这儿咱们把账算一下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部没播的剧，凭什么霸榜3个月？我的答案是3笔投入的叠加。第一笔，时间，4个月闭关，把自己交给角色。第二笔，身体，不用替身，把自己压进去。第三笔，制作 S 加班底加实景，把舞台给搭足。这3笔加在一起，共振出来的结果就是这4个字：未播先火。当然，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未播先火这种状态，外面也有不一样的声音。有人会担心，期待值堆这么高，万一播出来接不住怎么办？这话不是没道理，但我个人的判断是，这种火跟那种纯靠噱头堆出来的热度根子上不一样。它底下垫着的是真东西，是4个月，是身体，是3万平米。期待是建在投入上的，这跟空中楼阁不是一回事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承认我有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这种坚持本来就值得这份期待。说到底，这期我最想跟各位聊的其实不只是数据，是那个消失的冬天。杀青那天2月12号，横店现场据说自发去了好几万观众，程毅特意转身朝人群深深鞠了一躬。那个画面我看了挺有感触的。一个人愿意为一个角色消失4个月，压上身体，然后用一个鞠躬回应所有等他的人，这种双向的奔赴，懂的人会懂。我赌一把，等2京15日真正播出来的时候，这3个多月攒下来的期待不会落空，反而会变成一次实打实的爆发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乐观预测，不绝对啊，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。你觉得这剧播出来，是会一飞冲天，还是会面临期待太高的考验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，咱们留个记号，等播了回来对答案。喜欢看榜单和幕后拆解的，关注一下，我每周都会盯着榜单跟你们唠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